末世降临，落雪重生，回到末日前夕，并多出来一个储物空间。若是正常人，肯定囤大量粮食和水，而落雪却购买了1万吨的肉，因为他即将变成丧尸，吃肉就是丧尸的力量源泉。养殖场内，一众工人正在搬运着牛羊肉。大家一定要保持卫生，就算肉里掉个头发丝，骆老板都不会买单的。明白，刘哥放心。工人连连点头，不过私下却是议论纷纷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骆老板这人不太正常。怎么了？我看他挺好的，哪里不正常了？他有洁癖，听说这些肉都是他自己吃的。哦，怪不得。我说他怎么？别说了。前方走来了一名青年，工头老刘连忙跑上前去。老板，您的1500头牛、5000头猪、1万多只鸡，全都已经帮您处理好了。我目光扫了一遍处理好的鲜肉，不错不错，急工前去吧。谢谢，那咱们合作愉快。随后便带着工人离开了这里。我走到鲜肉前，大手一挥，这些东西便被我收到了储物空间中。这个空间长宽高个1万米，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，东西进去什么样，拿出来就什么样，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食物坏掉。之所以囤积大量的肉，是因为我是名重生者，并且还会重生成为丧尸。成为丧尸后，我便可以在这些食物中吸取能量，不断的变强，从而进化成为尸王。这时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超市员工小柔打来的。老板，你订的10万份速冻牛排已经到货了。好的，告诉各大供应商继续订货。啥？还订？可是老板，咱们的周转资金已经不够了。钱的事我来解决，你继续订就行了。哦，那行吧。我拥有一座养殖场、一家超市以及2套房产，这些都是我奋斗得到的。虽然产业都不小，但是流动资金却没多少。末日还有10天就要开始了，得搞点钱去继续囤物资。我正在琢磨着，忽然看见前方开来了一辆车，里面下来了几个小混混。若寻常人看见他们，定会头疼不已，但我却心里乐开了花。真是瞌睡时候送枕头，散财童子来了。这位中年人是著名的开发商赵鹏，很早之前就看上了养殖场这块地，但以前他无论出什么条件，我都没有卖给他。既然利诱不成，那就威逼一下。骆老板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好，赵总。骆老弟，你应该知道我来这是为了什么。我点点头。我考虑好了，按照你之前出的价格可以卖给你。啥？赵鹏顿时一惊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同意了，就连身后的小混混也面面相觑。难道这小子拿错剧本了吗？赶快去拿合同，骆老弟，那咱们就直接签合同吧。没问题。我们坐到院子里面，准备开始签字。这块养殖场不小，按市场价足足卖了1亿2千万。赵鹏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，开口问道：骆老弟，这养殖场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同意卖给我了？最近缺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骆老弟，你现在还缺钱吗？或许赵哥可以帮你哦。我看向赵鹏，突然感觉他变得格外的可爱。末世马上就要降临了，他不仅收购养殖场，还要借钱给自己，简直是人间天使啊！泪目了。末日丧尸来临，我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并多出来一个储物空间。若普通人肯定囤大量的粮食或水，而我却购买了1万吨的血肉，因为我即将变成丧尸，只要吃的肉越多，我升级则就越快，所以我卖掉这个养殖场。这时候赵鹏竟要借我钱，这人不可能这么好心。因为赵鹏不仅做房地产开发生意，还有个副业就是放高利贷。看着他后面的几个打手就知道了，这人怕是想坑死我啊！我微微一笑，赵总，你要是能帮我真是太好了，以后你肯定能发财。赵鹏哈哈大笑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，帮你没问题，不过咱说好了，我这利息会有点高哦，并且还得有抵押的东西。好家伙，这人是真的贪。不过马上就要末日了，怕到时候你没时间来找我还。没问题，我还有一家超市和2套房子全都抵押给你。骆老弟，这些我贷给你8000万怎么样？行啊。果然豪爽，不过到时候记得还钱的时候也这么豪爽。就这样，我卖掉了养殖场，加上抵押贷款的8000万，已经筹够了2个亿的资金。我准备先去超市一趟，
把新到的物资全都存起来。老板，你回来了，这是新到的一批货，你看看。好，小柔，你以后不用来了。啊，不是开除，而是我最近面临点问题，超市暂时不营业了。小柔乖巧点头，她是个女大学生，在这里做兼职赚学费。我看着她失落的背影，叫住了她。小柔，这个月工资我给你双倍，不要不开心了。谢谢老板。小柔走后，我接下来几天的任务就是在这里联系各大供应商，大量买进鲜肉。送货的人一个接一个往仓库走。时光飞逝，很快就到了末日前一天，我的钱快花完了，而我的储物空间则是满满当当的。看着这些物资，我想起了上一世，我也是成为了有智慧的丧尸。不过校花打电话和我说，她躲在寝室没有吃的，快要饿没了。于是我就凭借着丧尸的身份，轻松的穿越了尸群，去给校花送吃的。结果一到寝室，她竟然和3个男的在一起。他们发现我是丧尸后，直接就将我乱棍打死了。我真的是越想越憋屈。不过明天上午末日就会来临，我已经做好不当人的准备了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因为我即将变成丧尸，只要吃的肉越多，升级则就越快。我记得上一世末日就是上午9点开始的。我看了看手机，8点59分，就剩下最后1分钟了。我来到窗前，看向外面的街道，路上的行人依旧有说有笑，完全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忽然间，天空明媚的朝阳变成了黑红色，街上的行人露出诧异之色。咦，太阳怎么变红了？不知道啊，难道是什么天文现象吗？赶紧拍照发个朋友圈，嘿嘿。他们正在议论着，可不少人眼前一黑，直挺挺的倒在地上。飞驰的汽车开始接二连三的相撞，街道上瞬间就乱了起来。还没晕过去的人们神色也越发的焦急。宝贝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而等待他的却是变异的丧尸。丧尸猛然一口朝女人的身上咬去。此类情况在街道的各处上演。有丧尸啊！大家快跑！看着这混乱的街道，同样我也晕倒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然变成了一只丧尸。我试着开口说话，果然还是这样，我丧失了语言能力，估计要慢慢进化才能恢复吧。变成丧尸后，刚开始还有点不适应，四肢很僵硬，行动缓慢，而且痛觉大大下降。若按照前世的等级划分，我现在就是最低级的小卡拉米，低级丧尸。我先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了10份牛肉，没一会儿就被我扫荡干净了。但是我根本没有吃饱，于是直接到储物空间内大快朵颐。吃了一会儿后，我感觉自身的力量也随之增强了，身体也变得灵活了许多。一块铁只要我稍稍用劲就能轻松掰弯，但是我还在吃，这种感觉简直太好了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外面的街道上已经看不到一个人，全都是丧尸，只有少数的幸存者活了下来。因为末日初期，网络还没有瘫痪，电视上主持人忍不住的落泪。紧急播报：今日突发丧尸病毒，街道上惨不忍睹，请所有幸存者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不仅要小心丧尸，甚至家里养的宠物也要小心。此刻的我大概吃了10头牛的样子，终于是吃饱了，身体素质已经超越普通人了。我走到街道上，目光所及之处，皆是一片狼藉。突然我收到了校花珊珊的电话。宝贝，你还好吗？现在到处都是丧尸，我现在好害怕，也很担心你。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呢。那就好，我被困在寝室，没有多少吃的了。你能给我带过来一些吗？行，那你先挺住，我等会儿就去。宝贝，你一定要来啊，到时候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。我挂断电话，嘴角露出笑容。上一世你就是这样骗的我，这次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变成丧尸后，仅仅吃了10头牛，就从 D 级变成了 C 级，顺便还收了3名丧尸小弟，并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武器。上一世我是被校花珊珊给害嘎的，现在是该好好的报答一下她了。因为珊珊和3个男的在一起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莽撞的冲过去，
作为一只强大的狮王，那必须具备统御万众丧尸的能力。我打算先去收服几个丧尸小弟再说。我对小弟没啥太高要求，只要干净点就行了。我来到一个角落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名女丧尸。这名女生我认识，是以前学校跑得最快的运动员。她似乎感觉到我的等级比较高，转身就准备溜。竟然刚变成丧尸，速度就可以这么快，看来丧尸也是有资质的，会保留生前的一些特性。我连忙追了上去，我扔出一份牛排，女丧尸一看有吃的，立马就趴在地上吃了起来。吃完之后，女丧尸还觉得不过瘾，我向她传递信息，类似一种脑电波沟通，跟着我才有肉吃。女丧尸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乖乖的低下头，这在丧尸中就表示臣服的意思。就这样，我带着新收的小弟继续在街道上寻找目标。没多久，我又找到2个资质不错的丧尸，其中一个生前是健身教练，力量比普通丧尸大多了，而另外一个生前是个学霸博士。我收服他的原因是觉得他眼神中有几分灵性，不像其他丧尸一般呆滞。我看了看这3只丧尸，资质都不错，不过以目前的战斗力，肯定还打不过拿武器的人类，所以我准备训练这些丧尸用武器。我拿出3把刀，立刻发出指令，让他们把刀捡起来。健身教练一把就握在了刀刃上，他还有点得意，想着自己第一个完成命令。蠢货，你是要用刀把砍人吗？而那只博士丧尸确实很聪明，上前正确的拿起了刀，并挥动了起来。我下达指令，让另外2个丧尸向博士学习。有了示范，2只丧尸很快就懂了怎么使用刀。接下来的3天里，这3只丧尸不断的学习，甚至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十字弩。而我在这3天都在储物空间内吃了大概20头牛的样子。我身体正在飞速的进化，变得十分坚硬，普通的刀刃根本打不破。我现在感觉脑袋好痒，好像要长出什么东西了。这是我要从 C 级晋升到 B 级的前兆。一旦进阶到 B 级，在丧尸头颅内就会凝结出一枚晶核，并且获得一种能力。每只丧尸的能力各不相同，有些基础的就像是快速自愈、生长骨刺等等，另外还有一些诡异的，比如精神控制、置换等等。我会觉醒什么样的能力呢？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因为我即将变成丧尸，只要吃的肉越多，升级则就越快。我感觉自己差一点就能突破了，但是我已经吃撑了，所以就带着小弟们运动一下。当我走到超市附近时，我突然看到有一伙人为首的拿着斧头正砸我家门，而丧尸也被响声吸引了过来。王哥，你快点啊，丧尸就快过来了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吓人了！其中一个人被吓得腿软，看得出来，经过这几天的消耗，这些人已经没吃的了，迫不得已才出来找吃的。为首的那位咬着牙说道：“你们先坚持住，门锁很快就要被我砸开了。”好，大家伙和丧尸拼了！4个男人和丧尸战斗到了一起，那些丧尸太过低级，肢体僵硬，被频频爆头。但是丧尸不断的从4面8方涌来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，几个人很快就体力不支了。好痛，我被咬了，快来救救我！之前那位胆小的男人被丧尸咬住了脚，面露痛苦之色。小峰，其他人想帮忙，但也没有余力，而且被丧尸咬到后也会变成丧尸，他们只能看着那人被丧尸群淹没。小峰的惨叫声吸引了周围的丧尸，给他们争取了一点时间。门锁开了，快进来！他立马拉开卷帘门，走了进去，其余人也跟着走了进去。其中一个人不小心被地上的丧尸给抓了脚腕，他拼命往卷帘门里爬。王哥，快帮帮我！其余的几个人拉住他胳膊，拼命往里拽，但后面的丧尸已经接二连三的扑到了他身上，任凭王哥几人怎么努力都拽不进来。王哥，这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后面的丧尸就要进来了。王哥松开了手，咬牙说道：“
救不了他了，赶快关门吧。不要，你们救救我啊！还挺厉害嘛，仅死了2个人的代价，便冲进了我的超市。尤其是那领头的王哥，最后的举动非常明智，只可惜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？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，这里却什么都没有？你们确定全部都搜查过了吗？确定，这里连个毛都没。王哥，你别生气，冷静些。难道早就有人来过了？不对，就算有人来过，也不可能搬得这么干净，肯定是这超市老板早有预谋，食物都被他藏起来了。王哥，你是说食物还在这？不是，我之前来过这买东西，不过丧尸爆发前几天他就不营业了，而且还有很多货车往他家送食物。王哥，你说怎么做，大家都听你的。我知道这超市老板就住在附近的大厦内，物资肯定被转移到他家了。他们能够一路杀到超市，不想前功尽弃，而大厦也就在附近，到达那里不算难事。可是人家凭什么给我们物资？给不给可不是他说的算。王哥目露凶光，如今已经被逼到绝路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，而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外的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哈哈哈，外卖到了，正好考验一下3名小弟的实战能力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因为我即将变成丧尸，吃的肉越多升级越快。我还收服了3个丧尸小弟，碰巧有一伙不识好歹的人过来找茬，那就顺便试试丧尸小弟们的实力。王哥目露凶光，既然他囤粮，那咱们就去抢。好，我们都听王哥的。没准超市老板已经变成丧尸了，咱们解决了他，就能获得大量的物资。而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外的我听得一清二楚。真不错，刚好可以试试这3个丧尸小弟的实力。我回到家中，等待好戏的开始。大约10分钟左右，围在超市门口的丧尸已经散开了，卷帘门被掀开个缝隙，探出个脑袋观察外面。外面安全，大家可以出来了。几个人出来后便直奔大厦而去。由于大厦已经停电，电梯无法乘坐，这3人只好徒步爬楼梯。我家在20层，这3人战力彪悍，西间楼梯里还有零零散散的丧尸，全被他们解决掉了。爬到20层时，他们已经大汗淋漓。应该就是这了。大东，你去敲门。开门，开门。此时的我并不着急，而是戴上了一个面具。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不开的话，我们可就要砸门了。王哥举起斧头，目光凌厉，眼看就要砸下去。突然，我打开了门。你就是超市老板吧？我并没有回答。别装傻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物资，现在全都拿出来，我们就放你一马。对，只要交出物资，就饶了你。他们挥舞着手中的斧头。3人见状，整个人都傻住了。我的妈！丧尸！3人瞬间往后退去。不要慌，变成丧尸也好，直接干掉就行了。其余2人点点头，正要动手，便听到后方楼道传出脚步声。哟呵，还有丧尸！不过他们也并不惧怕，毕竟一路上杀到这里，对付丧尸已经很有经验了。3个丧尸走到了他们身后。王哥，我是眼花了吗？3人眉头一皱，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。这是什么怪物丧尸？手中竟然拿着十字弩。3个丧尸齐刷刷抬起弩箭，对准了王哥等人。这已经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丧尸竟然会使用武器。王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都没有退路了，和他们拼了！此时我已经下达射击的指令。博士丧尸弩箭非常精准，一发入魂，直接了结了大东。这丧尸还有没有天理啊？紧接着另外2发弓箭也射了出来，同样精准命中，2人应声倒地。不错不错，看来这3个丧尸天赋都挺高嘛。紧接着我便拿出3份牛肉奖励给他们，毕竟我们是干净的丧尸，和其他丧尸不同，牛肉蕴含的能量更多。这时候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拿出王哥的手机。王聪，我劝你别耍花样，赶紧带物资回来。你老婆在我手中，没拿回物资的话，老公救我！听到此，我明白了过来，原来王聪出来找物资是被别人胁迫的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
并亲手解决了我的校花女友。王聪三人被干掉后，我意外得知他竟然是被胁迫的。不过现在我没有时间管他的事，因为此时我的电话也响了起来，是校花珊珊又打来了。宝贝，你怎么样了？为啥不回我消息？你还好吗？我真的很担心你。我还在。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呵呵，你是怕你没有食物了吧？上一世帮你带食物，结果你却把我给嘎掉了。我真的好想你，你能不能来找我？行啊，那我等会儿就去找你。珊珊似乎很激动。我在宿舍等你，到时候你想要干什么都可以哦。我挂掉了电话。呵呵，这女人真是太不要脸了。我看向丧尸小弟们。放心吧，你马上就能见到我了。我带着小弟们找到了一辆车，便向目的地驶去。没多久就到达了他所在的大学门口处，有不少丧尸游走，我直接碾压而过，一股脑的开到了女寝楼下。我和小弟们走下了车，突然健身教练一声怒吼，把周围低阶丧尸都给吓跑了，我也被吓一跳。你在吼什么？健身教练表示自己也不知道，可能是狩猎前的兴奋吧。丧尸的怒吼让躲在寝室内的珊珊都听见了。难道落雪被丧尸吃了吗？有可能，刚才我听见车声，肯定是你男朋友来了，惊扰到了丧尸。看来你男朋友还挺爱你啊，冒这么大的危险也来找你。和珊珊在一起的三人是校篮球队的，珊珊当啦啦队员，所以就和他们勾搭到了一起。哼，爱什么爱，他就是一个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不过现在怎么办？落雪这个废物，连个吃的都送不来。等一下，旁边的男生似乎听到了脚步声，走廊好像有动静，有人上来了。哎呦，看来是你那舔狗男友闯进来喽。兄弟们，按计划行事。3名男生拿出木棍，准备等落雪进来后，直接将其干掉，抢夺物资。随后我走了进去，我看向那3人，一名男生质问道：“吃的呢？你把吃的藏哪去了？快点交出来！”原本的计划是，落雪刚进门就将其放倒，但见我手中空空如也，所以得先问个清楚。我承认我骗了你，但是这个时候了，我也没有必要解释什么，你就是个舔狗，我必须选择更强大的男生。我盯着他们默不作声，赶紧把吃的交出来，不然就打你。其中一人终于忍不住了，抡起木棍朝落雪砸去。只见我一抬手，瞬间将木棍切断。后方3人想上来帮忙，我缓缓拿下面具说道：“你们就是物资。”此刻几人心中惊惧无比。他竟然是丧尸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拿起半截木棍，瞬间刺穿了他的身体。珊珊和另外2名男生已经吓傻了，快跑啊！可刚一转身，就看到后方又来了3只丧尸。健身教练一拳捶下，另一个男的就直接凉透了。珊珊明白了，我才是老大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不是爱我吗？你现在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行啊。我缓缓走向他，一爪直接刺向了珊珊。我只想要报仇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并亲手解决了自己的校花女友。场中仅存的那名男生也被博士丧尸给干掉了。接下来我准备去学校食堂的冷藏库。虽然我有1万吨鲜肉，但是搞不好以后还有很多小弟要养，还是多囤点比较好。我们走到食堂附近，发现这里的丧尸都挤在食堂门口处，他们疯狂地拍打着玻璃门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吸引。难道食堂有幸存者吗？可是眼前这些丧尸也太蠢了，因为玻璃门是外拉的，这些丧尸一直往前推肯定打不开呀。我命令健身教练上前开路，只见他轻松的就把丧尸给扫清了，而健身教练的智商也不比那些丧尸强多少，同样伸手推向玻璃门，一声巨响，玻璃门就直接破碎了。果然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是不需要技巧的。我们走进食堂，地面上躺着几具丧尸，显然他们是被人类幸存者干掉的。我们走到食堂库房前，里面传来微弱的声音。这里面一共躲了4个人，一对情侣，1名厨师，还有1名女生。这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，正是我之前超市的管理员小柔。糟了，好像有丧尸来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丧尸应该进不来吧？
小柔担心的问道。大家都别怕，这些丧尸都蠢得很，外面玻璃门都进不来，更别说这上锁的铁门了。呵呵，谁说进不来的？健身教练，给我上！他走上前去，疯狂的挥舞着拳头，铁门被打得轰轰作响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，可能丧尸变异了吧？大家快跑啊！还想跑？女丧尸给我冲！此时厨师已经到达了冷冻库，快进来啊！紧接着小情侣中的男生也跑了进去，可他女朋友和小柔跑在最后。老公，等等我！但女丧尸就快追上他们了。不行，快点关门！门瞬间被关上了。小柔和另一名女生已经绝望了，女丧尸已经到了他们面前，眼看就要扑向他们。那女生伸手将小柔推到了丧尸面前，希望能多拖延一会儿时间，但是没想到女丧尸根本不管小柔，直接扑向了那女生。我走上前去，老板。小柔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感觉老板身边的这几只丧尸都特别厉害，但是竟然都乖巧的站在他身后。起来吧。老板，你脸怎么这么绿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愿意回来继续工作吗？我愿意，当然愿意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吃的越多，升级越快。看我如何靠吃肉躺赢所有人。接下来就是进冷库拿物资了。健身教练，快把门砸开！健身教练挥起拳头对大门砸去，他的每一拳，地面仿佛都在颤抖。经过反复的碰撞，但是冷库大门却纹丝不动。冷库里面的2人紧张到了极点。这个丧尸怎么这么猛啊？放心，这冷库的门是学校最坚硬的材料了，就算卡车来了也撞不坏。男生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看健身教练都砸不开，看来只好自己出手了。我走上前去，刚要出手，小柔却走了过来。老板，我有冷库的钥匙。接着他便用钥匙打开了门，门被打开后，我们陆续走了进去。厨师2人顿时一惊，为什么他们能打开门？突然他看到小柔也在我的身后，2人面露诧异，心里难以置信。你竟然没死？是啊，很意外吧？小柔看到他俩就来气，这2个胆小鬼竟然把自己关在外面。此时3名小弟已经走到他们身后围住了他们，他们瞬间认怂。求你了，小柔，看在我们是校友的份上饶我一次吧，我不想被丧尸吃掉。你的死活我说的可不算，这得看我老板怎么处置你。2人爬向落雪。大哥饶了我吧，以后我们肯定给你当牛做马。对，大哥，我会做饭，我可以帮你烹饪食物。倒也不用这么麻烦，小弟们开饭吧。我带着小柔先走出去，毕竟这种画面我也不想看到。没一会儿，小弟们就完事了。我走了进去，准备开始搜刮物资。这里的东西很齐全，牛肉、羊肉、鸡肉应有尽有。我挥手间，这些食物通通收入了储物空间内。随即我们准备离开校园。小柔主动承当司机，体现出自己打工人的价值，以免老板哪天不爽干掉自己。一路上车子都开得很平稳，可就在前方的街道，有个中年大叔正在抱怨着：王聪这小子不是去找物资了吗？到底跑哪去了？另外一个瘦子说道：可能跑丧尸肚子里面去了吧，这么久都没动静，肯定凉了。不能吧，龙哥说打他电话打通了，只不过没说话又挂了，估计是不要老婆直接跑路了。咱先别管这么多了，找点吃的去吧，我这么瘦都快饿死了。哪还有吃的，早就被人搜刮没了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听到了汽车声。这2人露出诡异的笑容。你看，这吃的不就来了吗？嘿嘿，快点把这街道给堵住，遇到咱们只能算他们倒霉了。他们用石头堵住了街道，挡住汽车的道路。小柔见突发变故，急忙将刹车踩到底。紧接着这2人就拿着武器走上前来，同时我看向前方2人，脸上浮现出了笑容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吃的越多升级越快，看我如何带领丧尸小弟们躺赢所有人。此时的小柔走下了车。哟，美女，你拉这几个丧尸准备干嘛去啊？是啊，你一个美女在外面多危险啊，让哥哥们好好疼爱你吧。就在这时，车厢里的女丧尸立马来了精神。
美女，好像有人叫我。女丧尸身形一晃，瞬间向他们扑面而来。男人当即大惊失色，胖子刚想用剑抵挡，就被女丧尸扑倒在地了。瘦子，快来帮忙啊！瘦子刚想上前，发现健身教练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一拳就将其击倒，毫无抵抗之力。太惨了，这两人竟敢拦我老板的路！我看着这两人装扮，与之前砸自己超市的王聪非常相像，估计都是建筑工地的。健身教练，你把石头清理下，我们去附近的建筑工地。没一会儿，我们就到达了建筑工地门口。这里入口大门已经倒塌，周围还有很多嘎掉的丧尸。看来这里应该会有不少幸存者啊。之前是王聪等人骚扰自己，今天又遇到两个拦路的，估计都来自这里，三番两次的来找我茬，看我今天将你们彻底消灭掉。我们走进建筑工地内部，周围颇为安静，死去的丧尸都快被堆积成一座小山。看来这里的人战斗力还不弱。前方有一座特别的建筑，建筑上全都铺满了地刺，显然这是为了抵御丧尸特意建造的。我凭借着敏锐的感知能力，听到了里面有人类活动的声音。这座建筑里面幸存者确实不少，其中领头的就是那个收购我养殖场的赵鹏。赵总，咱们派出去的人就没回来过。赵鹏此时也很犯愁，因为堡垒虽然安全，但是物资有限。距丧尸爆发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，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。赵总，要不然我亲自带队出去找点吃的吧。不行，天龙你是我的得力干将，外面太危险了。赵总你放心，我以前一个打10个人都没问题，更何况这些丧尸还如此笨重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见外面传来了响声，难道是老二带吃的回来了吗？走去看看。赵鹏走到门前查看，眼前的画面顿时让他毛骨悚然，因为根本不是老二，而是几只恐怖的丧尸。赵鹏被吓得往后退去，这不是老二，是丧尸。放心，赵总，丧尸是进不来的。赵鹏点点头，紧接着铁门被撞得哗哗作响。这是健身教练开始发力了，但是他力量虽强，但以目前的实力，冷库都砸不开，更别说这个特意建造的堡垒了。健身教练往后退去，看来只能自己出手了。天龙这只丧尸变异了吧？力量这么强？赵总放心好了，就算是恐龙它也进不来，除非丧尸会开挖掘机将这里挖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再看看这个丧尸长什么样。赵总只看了一眼，瞬间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因为我正在开着一辆挖掘机向大门冲来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我囤了1万吨鲜肉，变成丧尸后，总有一伙人过来找茬，所以我准备开着挖掘机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堡垒中，赵鹏等人听到挖掘机的声音，顿时一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丧尸竟然会开挖掘机！看着眼前的铁门开始出现裂缝，天龙吩咐道：“快拿家伙，准备和这群丧尸拼了！”此刻，所有人都拿出了武器，天龙甚至拿出的是一把电锯。很快，大门就轰塌了。健身教练手拿大石头，第一个钻了进去，并直接朝人群扔去。紧接着，女丧尸进来后，有一名打手直接向前砍去，可是女丧尸是速度型的，瞬间夺取他手中的刀，一刀斩下，打手应声倒地。赵鹏一群人大惊失色，他们是第一次看见丧尸竟然会用刀，真是见鬼了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然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，一支弩箭刺穿了小弟的身体。他们瞥眼望去，只见博士丧尸在嘿嘿的笑着。刚还想拼一拼的众人顿时软了下来，因为看到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丧尸小队，他们自知完全不是对手，赶紧逃离了，往后撤去。我走进来后，3名小弟也乖巧的跟在了我的身后。我们往前追去，发现这里关着各种各样的丧尸，还有人类。这赵鹏果然不是什么好鸟。另外，赵鹏一群人正躲在一个房间内。那些丧尸会使用武器，还会开挖掘机，肯定具有人类的智慧。或许我们可以和他们谈谈。啊，对对对，天龙连连点头，觉得这很有道理。如果能谈拢，就能活下去。而且我好像认识其中一个丧尸，他叫落雪，末世之前还有点交情。那可就太好了，不愧是赵总，人脉就是广。就在这时，
落雪等人已经走了进来，赵鹏紧张到了极点。等一下，老弟，咱们先别动手。你还认识我吗？我是赵鹏啊。我当然认识，这里你臭名远扬，谁不认识啊？赵鹏刚想解释什么，可惜没机会了。我手一挥，小弟们就直接冲了上去。从此这座堡垒中再无幸存者。此时在外面等待的小柔听着里面的惨叫声不断，脸色也难看了下来。没一会儿，我带着小弟们便走了出来。老板，咱们现在去哪啊？麻烦解决完了，当然是回家了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变成丧尸后，仅靠吃肉就觉醒了领域，躺赢所有人。我解决完赵鹏一群人后，就带着小弟们回到了家中。在末世中，我们过得非常的惬意。丧尸小弟们平时都在不断的训练，我按时1日3餐给他们投喂食物。小柔每天就打扫卫生、煮饭、洗碗等等家务活，而我则是在储物空间内大量的吃肉，吃了10天左右。就在我吃到100吨的时候，我双眼发出红光，脑袋好痒啊，感觉要觉醒能力了。突然一束红光降临，一个领域以我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开来，这是落雪觉醒的能力。失域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领域范围只有10米左右。此时不经意间，小柔被领域笼罩其中，小柔瞬间僵住，不能动弹。没想到这领域竟然这么强，那岂不是说10米范围内我无敌了？我收回了领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柔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她看向原本坐在椅子上的落雪，此时竟诡异的消失不见了。这是失域的另一个能力，隐匿，不仅可以让我隐身，还可以无视地形，轻松的穿墙而过。小伙伴们，假如你们有这种能力，第一件事会干嘛呢？好强的能力，不过这个能力会消耗我的精神力，不能一直使用。我突然出现在小柔的身前，小柔被吓一跳。太诡异了，老板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变得更强了而已。小柔点点头，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在这期间，我的3只丧尸小弟也变强了许多，健身教练力量变得更强了，轻松的便能举起2辆车。以后就叫你肌肉男吧。女丧尸速度变得更快了，奔跑时都出现了残影。以后就叫你小八。唯一奇葩的就是我是丧尸，我都不知道他哪里变强了，只是隐约的感觉到他头上好像隐隐有绿光闪现。这段时间内，我就放任他们自由活动，任其野蛮成长。我走到街上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如今街道上的丧尸已经可以开始奔跑了，普遍速度都超过了正常人。很显然，所有的丧尸都在进化。不知道人类那边什么情况了。我走回家去，准备看看电视还能不能看到新闻。刚一打开电视，里面竟然在直播。末日丧尸爆发已经1个月左右了，在我们专家不断的研究中发现，少部分人类身体正在进化，力量的源泉就来自于头内生长出的单状物体。如果有人类觉得脑袋发痒，那很有可能就是要进化的前兆。果然人类也开始进化了。不过目前看来，还并没有人觉醒能力。专家说的单状物体成长到一定地步就会变成晶核，到时才会觉醒异能。无论是人类还是丧尸，自己应该都是第一个觉醒能力的，不如去找几个觉醒者试试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在半个月内就吃了100吨牛肉，并成功的觉醒了失域。与此同时，人类那边也慢慢的出现了觉醒者。我应该去找找这些觉醒者了，顺便试试我刚觉醒的能力有多厉害。于是我走出了家门，而3名小弟都自由活动去了，此时也不在附近，我也没打算带上他们。我在附近游荡着，大概走了半小时左右，我突然闻到了人类的气味，气味来自于这植物园里面。比较怪异的是，这附近空荡荡的，竟然没有丧尸。不过我并不怂，直接走了进去。里面有一所房子，传来了轻微的呼吸声，有人。不过我并没有进去，因为不远处还有2个身影朝这边走来。他们2人的状态很好，看样子并不饥饿，身体素质远超普通人。难道是人类觉醒者吗？我立马使出了领域的隐身技能，他们很快就走了上来。咦，这里好像有活人啊！
蓝衣服男子点点头，这下又有乐子了，就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美女啊？肯定有，我记得这里的小姐姐可漂亮了。这两人倚仗着自己是半觉行者，在末世中有恃无恐。他们不仅抢夺食物，还抢夺美女。这种人真的是太可恶了。待会别着急，先骗他们把门打开。蓝衣男子上前敲敲门，顺便说了个谎：喂，里面有人吗？我们是避难所的觉醒者小队，来这里救援幸存者的。我直接穿墙而过，只见里面3人听闻是救援队的，心里有些激动。终于来救我们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可别把怪物引来了。而且万一他们是骗人的呢？那咱们开不开门？旁边的女生说道。我看避难所发公告了，确实有人身体进化，组成了觉醒者小队，正四处救援呢。那行吧，那开门吧，反正食物都快吃光了，也没其他办法了。他们缓缓把门打开，2名男子立马钻了进来。还真有美女啊！你们是避难所的救援队吗？当然啦。那太好了，快点带我们走吧。别急啊，我们只救美女，不救男的。女生听懂他什么意思，慌张地说道：大家小心，看他们的装扮，根本就不是救援队的。你这小美女还挺聪明吗？刹那间，2人露出凶狠的表情，瞬间抓起另外2名男子。救命啊！哈哈，都世界末日了，谁能来救你们？而且我都快是觉醒者了，整个世界都是我的。突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：半觉醒者就这么狂？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大实力呢？这2人被吓一跳，这怎么还有个男人？而这3名幸存者看到了，这人竟然是凭空出现的。几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你究竟是人还是丧尸？而蓝衣男子毫不在乎，管他是人还是丧尸，直接干掉不就好了？太天真了，那你就来试试吧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，吃的越多，升级越快。我觉醒领域后遇到了2个半觉醒者，小子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。他一拳就向落雪打去，随即怪异的一幕发生了，男子的拳头竟从落雪身体穿了过去。什么情况？这人明明在我面前，为什么我却碰不到分毫？一股强烈的不安感在心底蔓延，我转身瞬间自穿了蓝衣男子，后方几人都看呆住了。另外一个同伙刚想跑，同样被我瞬间解决了。看来这个半觉醒者也不怎么样嘛。其余的几名幸存者哪见过这种场面，直接被吓哭了。求你别杀我们，饶了我们吧。我打量的这3人，普通人对我的意义也不大。我不会碰你们的。真的吗？我点点头。我又不是魔鬼，以后你们少信这些陌生人吧。这次还好你们遇见了我。突然屋外传来了撞击声，幸存者3人面如死灰。完蛋了，是那只牛王，肯定是我们声音太大把它吸引过来的。墙面被撞得轰轰作响，很快就被撞开个大口子，而我站在原地，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头变异兽。这么大块头，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样子。身为一个尸王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吃字。什么？你竟然想吃它？你们就别管了，赶快走吧，这里交给我了。那你小心点，我们就先溜了。牛王刚想冲上来，我就使出了尸域。刹那间，我眼中冒出红光，尸域向四周蔓延开来。牛王刚接触到领域，随即身体一抖，巨大的压力向他袭来，直接将他压倒在地上，不能动弹。看来这尸王领域对于变异兽也有着巨大的压制力。我拿出匕首，走上前寻找着什么，因为这只牛已经变异，体内肯定有晶核。我看着眼前的晶核，一口就将其吞下。舒服，这晶核能量精纯，感觉自身的实力又增长了许多。这只牛王也被我收到了储物空间内，这些肉也是宝物，带回去给小弟们尝尝，搞不好他们就能进化了。接下来我回到家中，桌子上摆满了肉，我正在美滋滋的看着电视。欢迎收看止音新闻。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最近我们发现，不仅人类会变成丧尸，还有很多野兽也变异了，并且变异后的野兽比丧尸还要可怕。真下饭，我刚就解决了一个。可见外面现在是危险重重，到处都是怪物。不过我根本不担心，我每天在家里还有小柔伺候着，房子外面还有3名小弟把守。不过让我惊讶的是，这3名丧尸小弟在自由活动期间，竟然也收了上千只丧尸作为手下。现在看来，无论是觉醒者还是变异兽，
都不敢轻易到我家来造次了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击败变异兽后，又在家中苟了10多天，期间吃了上百吨的鲜肉，我的实力也突飞猛进，施域范围扩展到了20米。不过最近几天，我发现天空中老是有直升机飞过，人类的活动便频繁了很多。肯定是人类觉醒者正在四处救援。据我所了解，如今避难所里人数已经发展到了上万人，其中觉醒者就占5000，并且他们还排列出了前100名觉醒者名单，序列号从01到100，实力从强到弱排序，01的最强。这天我正在家中看着新闻，突然看到了2个熟人。今日救援队消息，我们已派出救援队人员，小洛和强哥2位觉醒者即将降落大学城附近，请附近幸存者等待救援。我突然一愣，这2人不是我在孤儿院的20万伴吗？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救援队的1号和2号。小洛觉醒的能力是痛苦转换，身体感受到的疼痛越多，实力越强，而强哥则排在2号，觉醒的能力是狂化，狂化期间智商彻底归0，但实力大幅度提升。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观看救援队现场直播画面。此时小洛和强哥正在走廊里，手上拿着电锯与丧尸战斗，没一会儿丧尸就被他们清理干净了。同学们出来吧，这里已经安全了，直升机在顶楼，大家快跟上。很快他们一路就杀到了顶楼，顶楼竟然都是被干掉的丧尸，中间还有1名年轻人。小洛走上前问道：这里的丧尸都是你干掉的吗？没错，是我也已经成功觉醒了。很好，那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青年人冷笑一声，呵呵，我为什么要去避难所？在那我还要被人管着。然而我现在在外面就是神，我看你们也别去了，留下来一起伺候我吧。小张，你疯了，赶快和我们一起走。别说了，有些人觉醒能力后，性情难免会发生变化。你小子还敢说我？紧接着小张拿起小刀，瞬间刺向那同学，不过被小洛用手臂抵挡了下来。小洛面无表情，小张眉头一皱，这家伙难道没有痛觉吗？小洛触发了他的能力痛苦转换，一拳打飞了小张。不愧是救援队的1号，实力非常的强大。各位幸存者放心，避难所一定会救下大家的。看完直播，突然我听见外面传来哭声，我走出去，发现小八和肌肉男竟然真的在哭。肌肉男身上还有很多伤痕，在他们的哭声中只传达了一个意思：有人欺负我。怎么回事？此时博士丧尸走上前来说道：大哥，是人类，他们来到我们地盘，还想要猎杀我们，其中还有凝聚晶核的人，可以操控火焰。什么？竟然是火系异能者？看来在家苟了半个月，也该出去转转，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老大了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，我的丧尸小弟竟然被异能者欺负了。看来我该出去转转，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老大了。我带着丧尸小弟们来到街道上，身后跟着数千名小弟，他们怒吼着，已经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尸潮了。街边上的变异兽都被吓得四处逃窜，全军出击。此时监狱内有5个人把守着，为首的那位正在丧尸头颅内捣鼓着什么。只见他拿出了一个很小的晶核，一口吃下。他就是肌肉男口中的火系异能者张小凡。在这个阶段拥有异能的人可不多，张小凡每天都会击杀一只高阶丧尸，并吸收他的晶核，虽然不大，但是数量多啊。我还得猎杀更多的尸王，不断的进化，那我就是末日王者的主角了。突然一个小弟慌张的跑了过来，张哥，不好了，基地附近出现了一大批尸潮。张小凡面色平静，既然有尸潮的话，那肯定有尸王引导，又有晶核送上门了，大家伙和我一起上。数量还挺多的嘛，兄弟们直接开火。嘿嘿，这么弱的丧尸也敢来我这里。话音刚落，3发弓箭就刺穿了3名守卫。什么丧尸竟然会用弓箭？不对啊，那只不是被我打跑的肌肉男吗？这家伙竟然还会记仇。大哥，你看后方的那丧尸竟然在笑。不好，大家赶紧撤，躲到安全屋里面去。
在监狱内部，张小凡等人纷纷跑到了安全屋内。安全屋全是用合金打造，周边还有尖刺，丧尸根本打不破。这群丧尸太凶了。是啊，他们和以前的尸潮不同，竟然还会使用武器，太诡异了。这群怪物进化的太快了。而我已经带着3名小弟走了过来，肌肉男上前挥舞拳头，疯狂地砸向安全屋，但安全屋却纹丝不动。哼，傻大个，进不来吧，来咬我啊！对啊，你们不是厉害吗？我就这样和你们说吧，就算是导弹都炸不开我这安全屋。忽然间，外面安静了下来。咦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那么安静呢？有古怪，大家小心点。突然的安静让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。下一秒，我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众人大惊失色。什么情况？他啥时候进来的？他们下意识就要向我开火，可是我已经发动了尸亡领域。巨大的压迫感瞬间将几名小弟压倒在地，而张小凡身为觉醒者，勉强抵抗住了。他在巨大的压力面前，双手自动燃起火焰，瞬间朝我袭来。我同样一拳迎接上去。就这么嘎了，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。看来觉醒者也不怎么样吗？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，吃的越多，升级越快。我系异能者和我正面硬刚，张小凡身体如遭巨力，狠狠地撞向了墙面。看来我这半个月没白吃那么多肉，现在的实力比大部分觉醒者都强太多了。我看向张小凡头上的晶核，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。接下来我就带着小弟们沿路返回家中。想来我攻陷监狱这件事，在网上肯定会引发巨大的轰动。于是我打开了电视。果然，监狱失守的事情都报道了出来，并且引发了不少人的吐槽。张小凡可是凝结晶核的觉醒者，在避难所也得前10的存在了吧？就是啊，他竟然连救援都没等到，就被丧尸干掉了，太恐怖了！难道已经进化出如此强大的丧尸王了吗？人们议论纷纷。虽然已经是世界末日，网络只有部分地区可以用，但还有几千条弹幕源源不断的发送。对于此事，一名自称克星公司的人走了出来。关于监狱被攻破这件事，我们克星公司不会善罢甘休，击败张小凡的尸王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蛛丝马迹，很快就能查到尸潮所在的位置。呵呵，又准备来找我了，不过我可不想被打扰。想让别人不来找自己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先找他们。于是我命令小巴让他出去寻找人类觉醒者的踪迹。等到了晚上，我在阳台等待着消息，一道鬼魅般的身影穿过。看来是小巴回来了。大哥，我找到了一群人类，他们躲在只因超市里，守着一个仓库，其中有6个觉醒者，普通人不知道有没有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只因超市内的6人正在讨论着什么。这么多物资，我们猴年马月才能全部运回去啊！是啊，就凭我们几个人光搬东西都得累死吧？其中一个胖子反倒是悠然自得，管他呢，等上面派人来呗，反正咱们有吃有喝，就这么守着呗。虽然说这样也挺不错，但是不能回克星总部，总感觉不太安全啊。众人大笑了起来。你不会担心有丧尸进来吧？咱们这里有6位觉醒者，丧尸进来就是送死。但愿吧。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超市周围已经被上百只丧尸围了起来。我察觉到里面人类的气息，忽然觉得眼下这种情况不应该强攻，自己倒没什么问题，关键小弟容易损失惨重。毕竟今天带出来的都是能听懂指令的精锐丧尸。于是我决定这次由自己先出手，找机会悄悄地解决掉这些觉醒者。我进入到超市内部，其中有很多房间，我潜入其中一间。现在已经是深夜了，这个觉醒者头发都掉光了，还在这熬夜玩手机。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的将你们悄悄解决掉了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解决掉张小凡后，竟然被克星公司的人追踪了。为了我平静的生活不被打扰，我决定主动出击，给他们一些颜色瞧瞧。我利用失域的能力，悄悄地解决掉了眼前的觉醒者。紧接着，我又一连干掉3个觉醒者。只剩下最后2个了，他们在哪呢？我在超市内四处寻找着，
此时，另外2名觉醒者正在守夜。南哥，这都2点半了，狗子他们怎么还没来替我们守夜？不知道啊，我去招呼招呼他，可能就是故意不接班，想多睡一会儿。他很快就走到第一个房间门口。狗子，赶快起床了，起来接班。可是任他怎么敲门，里面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南哥越发感觉不对劲，当即使用蛮力将房门硬生生的撞开。看到房间内情景后，南哥立马大声喊道：“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快来人啊！”那名绿衣男子被吸引了过来。什么情况？狗子怎么嘎了？难道是熬夜玩手机玩没的？不对，他的晶核被别人夺走了，但也不是丧尸干的，丧尸没那么聪明。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有可能，我们去其他房间看看。紧接着一连3个房门，队友全都被干掉了。他们倒吸一口凉气，走出房门，又被眼前的一幕吓一跳，所有的物资都诡异的消失了。南哥已经快要疯了。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，我们肯定是中了别人的精神控制。完蛋了，物资都没了，以后该怎么活啊？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进来了。南哥，能悄无声息的干掉4名觉醒者，劫走几百吨的物资，这到底是什么能力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可能还没走，就潜伏在这栋楼里，我们必须把他找出来夺回物资。那行，南哥我跟着你一起找。接下来他们把一整栋楼找了一遍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但是我其实一直都跟在他们身后。这2个人看来实力不弱，还是谨慎一点，逐个击破。南哥我们找了一圈了，还是没找到，我估计他肯定拿着那么多物资跑路了。可能真的走了吧。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们等天一亮就回到克星公司报告这里的情况。终于要回去了，搞得我都紧张死了，找了这么久都没敢上一次厕所。南哥我先去上个厕所去。去吧去吧。机会来了。我跟在绿衣服的后面，等到了前方灯光比较暗的地方，我瞬间刺穿了他，并拿出晶核吃了下去。南哥发现异样，连忙赶了过去，只可惜晚一步。怎么又是这样？怪物呢？怪物去哪了？下一秒我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和我们作对？我并不想这样的，只不过是你们克星公司非要过来找我，所以我必须主动出击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干掉张小凡的尸王，我和你拼了。是吗？那我就来试试你有多厉害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偷偷潜入超市，解决掉克星公司的异能者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异能者时，我也就不装了，准备和他正面硬碰硬。南哥瞬间发出精神系异能攻击，果然有点本事。同时我也使出了狮王领域，将南哥的精神攻击全都阻隔在外面。可恶，这就是你的手段吗？南哥眼中发出金色的光芒，身上也出现了一层光晕。精神攻击不行，那就比谁的力量大吧。他瞬间朝我冲刺过来，可南哥进入尸域后，越接近我速度越慢。你还是太弱了。我收下南哥的晶核后，便带着小弟们准备走回去。我一共得到了6颗晶核，吃了5颗，感觉身体又到了进化边缘，不过要消化一段时间才能继续吃。我走在街道上，突然有个丧尸朝我怒吼了一声。什么情况？一个小小的丧尸竟然吼我！这是老大的地盘，不容许别的丧尸踏足。显然这一片区域也存在一个尸王，怪不得这小丧尸敢对我吼，原来背后有人撑腰啊！我还在思考着，而肌肉男脾气火爆，见有丧尸敢对自己老大这么无礼，举起那名丧尸重重的向地面砸去。我也没当回事，带着一众小弟就离开了这里。可就在我们走到公园附近的时候，竟被另外一群丧尸拦住了去路。为首的丧尸身材高大，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黑红色。大王，超市里的异能者就是被他们嘎掉的。小矮子，你可知道这附近都是我的领地，而且我们已经盯这些异能者好几天了，就这样被你们抢走了。我不屑地说道。我不管这里是谁的领地，我来了，这里就是我的领地。我瞬间冲刺过去，仅仅是一招，这名尸王就被我拿下了。我收好了他的晶核，顺便就连他的小弟都一起收服了。我回到了家中，刚解决完克星公司的6人，不知道他们发觉了没有？克星公司里面有上千名觉醒者，
落雪虽然很强，但是还没有到举世无双的地步。看来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。就算带上肌肉男、博士、小八以及2000众精锐丧尸，也未必能打得过这么多觉醒者。除非自己能够统御百万尸潮，到时候岂不是想冲谁就冲谁？这时突然想起来，今天被我干掉的尸王，或许我应该扩展一下自己的领地了。如果想要变得更强，干掉其他尸王获取晶核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，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丧尸队伍。不过面对克星公司上千名觉醒者，凭这些丧尸还远远不够。如今我有了开疆扩土的想法，于是我嘱咐小弟们好好看家。这次我准备独自一人去外面看看能否遇到其他势力。由于具体情况尚不明确，所以我也就没带上这些丧尸小弟。万一遭到变异兽群的围攻，自己倒是可以隐身逃走，但是丧尸小弟们怕是要栽进去了。那到时候自己怕是要成光杆司令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到达了其他尸王的领地。这里的丧尸看到我并不会攻击，而是慌忙的逃走。随着我不断的往前走，街道上开始出现丧尸尸体，明显是被异能者给干掉的。我走到前方的建筑前，嗅到了人类的气味。不过让我奇怪的是，人类气息旁边还有丧尸的气息。什么情况？难道人类和丧尸生活在一个房间？我直接使用尸域的能力穿墙而入，只见这里有个女丧尸被铁链锁了起来，她面前还有名男子在流着口水，痴痴的盯着女丧尸。看来就是这女丧尸对面的男子干的。他究竟是想干什么？小花，我的女神，虽然你变成了丧尸，但我依旧会信守承诺，养你一辈子。女丧尸对男子低吼了几声，男子似乎早已习惯，还笑了起来。你还是老样子，那么喜欢凶我。从初中到大学，我追了你10年，每天早起给你买早餐，甚至在你和你男友同居的时候，我还会带2份。可你从没正眼看过我，经常这么骂我。好家伙，竟然还有这样的舔狗吗？沸羊羊来了，怕都得叫你一声师哥了。男子一脸的甜蜜。现在好了，世界末日我们也能够一直在一起了。小花宝贝，你饿了吧？我这就去给你拿吃的。他说完后转身走出房间，我立马跟上他，看看他究竟想搞什么名堂。打开门后，里面还有2个男人，只是他们双手双脚被捆着，嘴也被堵住了。他们看见那名男子后，眼中惊恐无比，他们剧烈的扭动身躯，仿佛想要逃离这个恶魔。男子眯眼笑着，我看看今天是谁这么荣幸，能够请我家小花宝贝吃饭呢？2人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个变态，竟然拿自己为丧尸。其中一人身体颤抖着，拼命往后缩。男子见状，行，看你这么活泼，那就是你了。男子上前一把抓住他，便向女丧尸的房间走去。里面的女丧尸看到他们，嘴里发出阵阵的嘶吼。你看看我家宝贝多开心啊！红毛见状已经被吓哭了，嘴里发出呜咽的声音。男子将他嘴上的袜子丢掉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真不想嘎啊！男子坏笑一声，能见证我和小花的爱情，应该是你的荣幸才对。此时的我已经彻底听不下去了，这个变态真的可恶。我打算直接干掉他，取走晶核走人。但这名男子很敏锐，他感觉到身后的气息，连忙把红毛挡在了身前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遇到了一个变态觉醒者，他当了10年的舔狗，就连女生变成丧尸后，他依旧爱不释手，甚至还主动喂养他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冲上去准备干掉他，没想到他反应非常快，瞬间把红毛挡在了身前。怎么还有个人从哪进来的？可当我一出现，男子身后的女丧尸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原本凶狠的神情也变得敬畏。男子见状，心中愈发的恼怒。你这个女人，我当你舔狗10年都没得到你的欢心，现在变成丧尸了，你还是对其他丧尸情有独钟是吧？男子表情慢慢的变得狰狞可怕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又是一个觉醒后性情大变的变态。现在我已经是觉醒者了，你们这样的人就该臣服我。兄弟，快救救我！这个人是个变态，要拿我为丧尸。男子猛地将红毛丢在地上，身上散发出红色的气息，
让你这个丧尸看看觉醒者的实力。但是我眼里这也就一般般。心念移动领域瞬间展开，男子被笼罩其中，他的身影顿时一滞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这怎么可能？男子目光惊骇，身体开始颤抖起来。平时都是他主宰别人，并以自身是觉醒者为傲，可如今面对眼前的丧尸，却如此不堪一击。太弱了，还没有之前的南哥强，你就敢这么狂？男子慢慢转过头去，痴痴的盯向女丧尸。我肯定是打不过他了，那就让我在临死之前再看你一眼。话音刚落，瞬间我便刺穿了这男子，拿取了他的晶核。旁边的红毛说道：兄弟，你真厉害，快来救救我，帮我把铁链解开。我走上前去，一爪给铁链抓断，然后走到另外一个房间，给另外一个绿毛也救了下来。我救下他们并不是因为好心，而是觉得刚刚那名觉醒者实力太弱，外面死去的丧尸肯定不是他干掉的，暗处肯定潜藏着什么东西。既然是我救了你们，让你们当诱饵，引那东西出来应该不过分吧？随即我开口说道：你俩赶紧逃吧。谢谢大哥，太感谢你了。说完两人就溜走了。最后能不能逃出去，就得看你们二人的造化了。二人蹑手蹑脚的走出房子，而我用隐身技能在他们附近观察情况。其中一个男子还抱怨道：没想到现在的丧尸已经这么强了，他会不会就是克星公司要找的尸王啊？我也觉得有可能。等我们逃出去后，用这些情报搞不好能够和克星公司换很多物资呢。嘿嘿，我同意，终于能够吃顿好的了。忽然红毛踩到了一坨老鼠屎。哎呀，咋有这么大坨老鼠屎？真倒霉。就在这时，四周开始蔓延黑色的雾气，将二人包裹了起来。这片区域果然有东西，而且资质还不弱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解决变态觉醒者，救下了2个普通人。就在他们想要离开的时候，竟被一团黑雾包裹了起来。这片区域果然有东西，而且资质还不弱。在黑雾里的二人痛苦万分，没一会儿便双双倒地。等待黑雾散去，旁边的水稻井盖里面钻出个大老鼠，体型都快赶上成年人了。他直接开始对那2人发起了攻击。显然他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一只凝结出晶核的变异老鼠，也是这一片区域的鼠王。不知道变异兽王的晶核是什么味道。突然鼠王似乎感觉到有人盯着他，连忙转头望去。精神力这么强，难道被发现了吗？一人一鼠就这样互相注视着。鼠王忽然暴躁了起来，眼中发出红色的光芒，同时一股淡淡的黑雾从身体内飘散，直奔我的方向而来。我也没犹豫，直接用出了领域。当那黑雾触碰到尸域时，当即就被震散。鼠王显得有些惊恐，就像是青铜对上了王者一般。此刻这只鼠王察觉到死亡的气息距离自己越来越近，转身叫了几声就想跑。想跑问过我了吗？可随即下一秒，前方不断的涌出老鼠。原来他是在召唤小弟。鼠潮不断的朝我冲过来。我的领域虽然强大，但是这些老鼠根本不怕死，依旧如飞蛾扑火般冲向我。我再次看向这鼠王时，他竟然用小爪子挑衅我。这老鼠竟然还会挑衅，很好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别忘了，我的尸域还可以无视地形穿过障碍物。我身形忽然变得虚幻起来，瞬间穿过鼠巢，掐住了鼠王。鼠王一死，所有的老鼠就全都逃走了。我拿起了鼠王的晶核收了起来，我也没打算继续探索了。这一天得到的2个晶核够自己吸收一段时间了，应该要回自己的地盘苟一苟了。随即我便离去，可就在我刚走没多久，这里就出现了大量的丧尸。为首的丧尸皮肤是红色，他便是红面狮王。他拿起地面上鼠王的尸体，怒吼了几声：二弟，你怎么嘎了？到底是谁干的？我一定替你报仇。老大，你不要太伤心，我问过手下，这是大厦的那只狮王干的。可恶，竟敢到我的地盘来！他那里有多少丧尸？经过这阵子探查，已经弄清楚了，大概有2000左右。才2000？我还以为他有多强呢。因为在红面狮王麾下已经聚集了2万众丧尸。三弟，你去召集小弟们，我们马上给二弟复仇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日常的苟在家中，
那只鼠王的晶核是漆黑色的，其中的能量极为精纯，对自己的提升很大。突然，小八跑了过来。不好了，老大，我在附近巡逻的时候，看到了大批丧尸正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在家走了这几天，实力又得到了提升。而人类和红面狮王那边正在向我这边赶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倒也不是很诧异，毕竟最近得罪的人不少，他们终究还是找上门来了。于是我吩咐手下2000名精锐丧尸做好备战准备。在远处天边出现了好几架飞行侦察器，下面的街道上慢慢出现了车辆和一大批人类，这就是克星公司派出的猎王小队，其中有4名高阶觉醒者，还有500名士兵。除此之外，车辆上还加装了导弹。这次行动是个美差，让咱们打2000个丧尸，那不是轻轻松松？其中一个女生点点头。这2000尸潮才1星难度，刚好当成历练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行动。哈哈哈，那你得好好看，好好学了。旁边的队长吕飞提醒道：“狮子搏兔义用全力，千万不要太大意，任何丧尸都是危险的。”吕队，这里才2000丧尸而已，估计统领他们的狮王也没什么特殊能力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点领地吧。只要别遇见诡异的丧尸就好。单纯的肉体强大算是最好对付的丧尸类型之一。除了猎王小队外，还有一方势力同样向这里集结，正是公园区域的红面狮王。他们的尸潮可不少，足足有2万丧尸正在朝目标进发，而红面狮王和3弟走在最后。感觉自己都不用出手，2万尸潮都能把他基地碾平。大哥，估计战斗很快就会结束的，您到时候直接收取晶核就好了。狮王点点头，这话他倒是爱听。这时猎王小队已经到达目标地点，4名觉醒者下车解决掉周围零散的丧尸，他们的目光看向前方的肌肉男。果然是只力量狮王，看他这副分样，应该没啥特殊能力。吕队点点头，不过也得小心点，或许还有其他狮王。你看他后方的那群丧尸，好像进化程度很高的样子。好的，吕队，我们赶紧速战速决，回去领赏吧，我都饿了好几天了。随着猎王小队慢慢前行，两伙势力越来越近，气氛慢慢的变得紧张了起来。这时肌肉男问道：“老大干啥呢？咋还不让我上前撕碎他们？”魔式丧尸瞪了他一眼：“蠢货，你以为老大和你一样没脑子？你就等着老大下命令就好了。还等？一会儿对面车子都要压我脸上了。”这时吕队发现了不对劲，这些丧尸有些古怪呀。怎么了，吕队？若是寻常丧尸这样被惊扰，早就冲过来了，但是他们却一直没动。也是哦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多半是有智慧狮王领导他们。万一他们可能就是单纯的傻呢？吕队，不要多想了，咱们直接动手吧。行吧。就在这时，地面开始颤抖起来，他们后方传出阵阵的嘶吼声。吕队当即眉头一皱，不对，这是只有大规模尸潮才能造成这样的效果。重生回到末世前10天，囤1万吨鲜肉。我同时得罪了人类和丧尸那边，但是他们却打了起来。什么情况？哪来的这么多丧尸？这些丧尸明显远远超过2000啊！吕队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吕飞看了看周围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准备战斗。